天空突然被撕裂，无数诡异的数据流从天而降。天裂开了，那些绿色的代码是啥？街道上的行人惨叫着扭曲，瞬间分解成了数据碎片。人变数据了？这游戏是真的？巨型怪物撞碎高楼咆哮，末日游戏彻底接管世界。别人住别墅，怎么我就这破屋？铃木看着眼前弹出的幽蓝界面，机械音冰冷骤响，绑定成功，评级。铃木无力地靠着掉渣的墙壁，看着漏风的窗框。这破墙烂瓦，连只野狗都防不住。铃木眼前的界面突然剧烈卡顿，爆出大片金色乱码，错误修正，无限升级模块，载入成功，光影重组。一棵宏伟的全息科技树在铃木面前展开。无限升级？这金手指开大了吧？铃木看着还没点亮的灰色图标，目光移向底层。不管了，5点生存点，全家防御。屋子发出咔嗒脆响，窗外凭空长出一排木栅栏。长出栅栏了，今晚总算能睡个觉。第3天彻底停水，铃木躲进一片狼藉的超市货架后。糟了，堵在死角根本出不去。铃木视线角落的光标闪烁，锁定了一罐露出的润滑油。那是油，或许能放火冲出去。铃木猛地泼出润滑油，哗然手中的布条扔了过去，烧起来了，趁乱赶紧跑。铃木抱着物资狼狈冲回木屋，瘫软在地板上。材料齐了，建造雨水收集器。夜里大雨倾盆，铃木贪婪地喝了一口过滤后的雨水。折腾半天，总算喝上一口干净水。第5天，急促的拍门声炸响，门外传来女人哭喊：“救命啊！快开门，求你救救我！”铃木透过门缝看到3个变异丧尸，视线扫过铁桶。别停，往左跑，贴紧侧面墙根。苏雨踉跄跑开，铃木冲出门，狠狠推倒了铁桶。挡住你们！快给我滚回去！铃木退回门内，举起弩箭，大声对着门外嘶吼：“快低头！我要放箭射死他！”弩箭射翻一只丧尸，铃木掏出最后一瓶燃烧瓶砸下。尝尝这个，火墙隔开了，快进！2人狼狈地撞进门，用后背死死顶住门板。顶住！千万别松手，死都别松！门板被撞得砰砰作响，2人大口喘着粗气。他们还在撞，我不想死。许久之后，门外的嘶吼声终于彻底消失。终于停了，活下来了。苏雨瘫坐在地打量屋内，惊魂未定的开口：“多谢救命，我叫苏雨。”铃木依旧紧握着弩，警惕地盯着这个陌生人。外面那些速度极快的疯狗，咋回事？苏雨沉默片刻，掏出一块发着微蓝光的晶体。这是防费，我绝不白住。晶体出现的瞬间，铃木脑海中的界面剧烈震动。高纯度能源，这能大幅升级核心。铃木看着眼前这个女人，慢慢收起了武器。麻烦上门，还带了把升级钥匙。铃木看着掌心的晶体，持续散发微弱的灼热红光。系统这么想要它，那就试试看吧。铃木握紧晶体，一股温和暖流顺着手臂沉入地基。这股暖流，感觉整个屋子都在震动。铃木眼前的全息界面剧烈刷新，光芒流转不息。核心等级提升至1加，获得100生存点。铃木看着科技树上基础瞭望塔的图标，瞬间点亮。成功了！我看这屋子好像变样了。铃木立刻点击确认建造，看着地面隆起，升了1级，我们可以造个大家伙了。铃木看着散落的木材被无形之力牵引，自动拼接。天哪，那些木头自己飞起来了。铃木看着3米高的塔楼稳稳立起，遮住了阳光。这就是系统的力量，几分钟就建好。铃木迅速爬上塔顶平台，视野骤然变得开阔。站在这上面，整个废墟都看清了。铃木将目光投向北方地平线，瞳孔猛地收缩。那是不可能，这数量太夸张了。铃木指着远处那片正在缓慢蠕动的灰黑色潮水。苏雨，快看那边，出大麻烦了。苏雨顺着手指看去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。尸潮，他们正在朝我们这边移动。铃木死死盯着潮水中几个格外庞大的扭曲阴影，规模比预想的大，还有巨型变异体。铃木迅速调出科技树，选中了木质尖刺围墙。100点生存点，必须全部转化成防御。铃木投入点数，看着木栅栏顶端自动削尖加固。尖刺围墙好了，还得加点警报器。铃木将绳索和空罐组成的简易警报布置在路口，只要他们敢来，这就响个不停。接下来的2天里，苏雨埋头打磨着手中的弩箭。这一批做好了，够我们撑一阵子。铃木站在工作台前，盯着风力发电机的图纸。光靠这些不够，我们需要发电机。铃木指着南边废弃的机械加工厂方向。明天我去那边找发电机的机芯。苏雨皱着眉连连摇头，满脸的担忧和反对。太远了，穿过旧城区，简直是送死。铃木指了指身后的瞭望塔，眼神坚定。有塔看着呢，这险我必须得冒。苏雨沉默良久，递过一捆新做的弩箭和短刀。拿着，一定要活着回来见我。铃木在夜色下最后一次检查手中的砍刀和弩。放心吧，我这条命硬着呢，死不了。铃木抬头看着星空下沉默矗立的瞭望塔，这塔让我们看清了路，也看清了死。铃木听着远处风中夹杂的非人低吟声。倒计时开始了，希望与危机同在。
铃木像一道阴影，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废墟之间。地图更新了，避开红点，别惊动他们。铃木刚转过一条后巷，两只丧尸猛地迎面扑来，太近了，用不了弩，只能拔刀肉搏。铃木侧身闪过利爪，手中的砍刀借势狠狠劈下，反应变快了，2刀解决，干净利落。铃木用刀尖挑开丧尸头颅，一点微弱辉光闪烁，有东西，是一小块劣质的能源碎片。铃木看着系统弹出的提示，顺手将碎片揣进兜里。虽然是劣质的，但也能换点生存点。铃木走进一片狼藉的加工厂，翻找着半塌的储物间。发电机芯找到了，还有这卷铜线，运气不错。铃木搬开废铁堆，一张满是油污的图纸露了出来。太阳能级热板图纸，这可是意外之喜。沉重的脚步声突然碾碎了寂静，地面微微震颤。什么声音？脚步声太沉了，大家伙来了。石肤怪拖着垂膝的长臂，挪动着灰白如石的身躯进门。是石肤怪，被那拳头砸中就成肉泥了。铃木屏住呼吸，迅速缩身躲到了一台锈蚀的机床后。千万别看这边，他在扫视车间。铃木看着10几米外的破窗，手中抓起空罐和螺母。硬拼是找死，得想办法把它引开。铃木手指飞快动作，组装了一个简易的拉发噪音器。噪音陷阱好了，这就给你听个响。铃木抓起一块金属废料，用尽全力掷向车间。另一头去那边看吧，别挡着我的路。金属撞击声炸响，石肤怪怒吼一声，转身笨拙地挪去。他上当了，双重干扰，就是现在。铃木猛地拉响，脚边的噪音器像猎豹一样窜了出去。再见了，傻大个，留在那慢慢找吧。铃木撞破后窗，滚入杂草丛，头也不回地狂奔进废墟。太险了，差点就被毒死在里面。黄昏时分，苏雨迅速拉开避难所大门，一脸焦急。你总算回来了，遇到麻烦了。铃木把图纸和碎片拍在桌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遇到个石头皮肤的怪物，差点交代在那儿。铃木点击吸收碎片，看着生存点数瞬间上涨。50点到手，风力发电的材料快齐了。铃木正要操作，系统界面突然弹出一个金色新提示：检测到可融合图纸，是否消耗生存点推演。铃木看着风光互补的选项，手指悬在半空。要150，是稳妥点还是赌个大的？铃木看向窗外渐暗的天色，转头望向苏雨。你觉得呢？赌一把更高效的未来。苏雨看着北方失潮的方向，眼神异常坚定。我们缺长久的稳定，生存点能再赚，赌。铃木咬牙点击确认，2张图纸虚影在空中旋转重组。听你的，推演合成，给我出个好东西。一张散发着淡蓝微光、结构精密的全新蓝图诞生，风光互补核心，效率提升了整整3成。铃木查看着新出现的材料需求，眉头微微皱起。需要电路板和转换膜，看来还得出去拼命。铃木看着新生成的蓝图，眉头紧锁地清点着库存。有了方向，但材料缺口太大了。铃木指着清单上列出的生僻材料，看向苏雨。电路板要副铜板，光电膜得去拆太阳能。苏雨迅速在地图上圈出了2个红色的坐标点。去废墟市场，还有那边的新小区阳台。接下来2天，两人以避难所为中心，开始了高强度搜刮。分头行动，你指引，我负责潜入。苏雨站在高耸的瞭望塔上，用弩箭清理着游荡丧尸。左边安全，右边巷子有2只，避开。铃木像猫一样翻过围墙，落入废弃的庭院中。收到，我现在动手拆太阳能灯。铃木用匕首小心翼翼地剥离灯具上的光电膜。光电膜到手，下一站电子维修店。铃木在一堆发霉的电子垃圾中翻找，满头大汗。副铜板、蚀刻液，还有防水胶布。回程路上，一只身形扭曲的变异体试图从阴影偷袭。小心，有东西贴着墙根过来了。苏雨在塔楼上扣动扳机，弩箭精准贯穿了怪物的头颅。他是潜伏者，动作好快，差点没看清。铃木从尸体中挖出一块暗淡的碎片，擦了擦血迹。又是碎片，但这块颜色好像淡了点。苏雨接过碎片仔细端详，感受到其中微弱的能量。可能怪物太弱了，不过聊胜于无。铃木活动着酸痛的肩膀，感觉到肌肉中涌动的力量，配合越来越默契，身体也变强了。铃木将最后一箱材料堆在院子中央，长舒一口气，终于齐了，立刻开始建造核心。苏雨看着满地的金属废料，眼中闪过一丝担忧。这次动静很大吧？别引来麻烦。铃木深吸一口气，重重按下了确认建造的按钮。管不了那么多，必须要有电。院子一角的泥土剧烈翻滚，地基自动加固抬高。地基升起来了，这无论看几次都很震撼。金属干体从基座中心疯狂生长，如同钢铁树木。干体成型了，叶片正在自动组装。深色光电膜在基座周围瞬间展开，精准定位太阳。太阳能板也铺开了，简直像变魔术。地下线路自动铺设连接，汇入发光的简易控制盒。线路并网，控制盒亮了，就是现在。巨大的叶片在微风中缓缓转动，发出低沉的嗡鸣。听，这是电力的声音，
哪怕有点吵。系统界面瞬间弹出一连串悦耳的提示音：核心建造成功，电力上线，等级低。铃木看着科技树上瞬间点亮的数个新图标，电动栅栏、种植灯全都解锁了。铃木兴奋地挥舞着拳头，眼中的光芒比屏幕更亮。成功了，我们终于迈进电气时代。苏雨看着旋转的叶片，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。有电是好事，但这噪音和晚上的光……铃木的笑容僵在脸上，转头看向四周漆黑的废墟。你是说我们会变成黑夜里的灯塔？第二天拂晓，苏雨在瞭望塔上急促地大喊：铃木，快上来，北边出事了！铃木猛地惊醒，抓起外套冲上了摇晃的塔楼。怎么了？尸潮冲过来了！苏雨把望远镜塞进铃木手里，指着北方边缘：不是丧尸，你看那边，那是人。铃木透过镜头看到几个迅捷的小黑点在废墟穿梭，动作太协调了，是幸存者小队。那几个人影停在一处断壁后，似乎在观察这边。他们在看我们，是巧合还是……铃木放下望远镜，脸色变得比刚才更加阴沉。出现在尸潮边上，这群人绝对不简单。铃木听着身下发电机传来的低沉嗡鸣声，也许他们已经听到了，我们暴露了。苏雨握紧手中的弩，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有了电，我们也成了靶子。铃木看着远处那几个模糊的人影消失在废墟后，真正的麻烦来了，准备战斗吧。铃木听着能源核心稳定运行的低沉嗡鸣，这声音成了避难所新的背景音。昏黄但稳定的 LED 光线驱散了五角的黑暗，将窗户上厚重的遮光毯映得轮廓分明。苏雨就着灯光，小心翼翼地用蚀刻工具在覆铜板上刻画，金属碎屑在光线下飞舞。有了电确实不一样，这切割打磨的活儿比以前手搓省力太多了。省力是省力，就是不知道咱们这点电量储备能不能带得动高压电网。铃木看着手中按照蓝图切割弯折好的钢筋和铁条，眉头因为苏雨的话微微皱起。院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清晰且富有节奏的敲击声，咚咚咚的声响瞬间刺破了平静。铃木和苏雨手中的动作瞬间凝固，在昏暗的灯光下猛地对视，眼中写满了震惊。苏雨无声地抓起弩箭，滑步到窗户侧面窥视。铃木握紧砍刀，放轻脚步贴到了门后。敲击声再次响起，同样的节奏清晰地带着某种信号意味，绝非丧尸的抓挠。里面的人能谈谈吗？我们没有恶意，在外面观察几天了，只是想聊聊。铃木的心跳瞬间加速，脑海中浮现出瞭望塔上看到的在尸潮边缘活动的那伙人。想谈可以，但门我是绝对不会开的。有什么话你就隔着这扇门大声说。门外沉默了几秒，似乎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应。随后那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再次传来：没问题，我们注意到你们避难所建设的很有章法，居然还有电力，这很了不起。铃木心头一紧，对方观察的太仔细了，连电力上线这种细节都已经发现。别说这些没用的客套话了，大家时间都宝贵，直接说出你们的目的。我们需要在这儿建立临时观察点，作为交换，可以提供情报和少量武器弹药。苏雨在窗边微微侧头，对着铃木做了一个清晰的口型有诈，眉头紧锁。铃木大脑飞速运转，权衡着灯塔这个名字的分量和眼前的风险。具体怎么交易，你们想要什么？如果要求过分，那这就没得谈了。很简单，我们在墙外指定角落驻扎3天，绝不越界，也不会干扰你们。铃木觉得这个提议过于公平了，公平得让人反而生疑，但诱惑确实巨大。这事太突然，我们需要时间考虑一下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想里应外合？理解。我们在街角公交车后等1小时，那股尸潮5天后有40%概率经过这儿。铃木贴着门板，听着门外脚步声渐渐远去，直到确认安全才退回屋内阴影处。这绝对不能信！什么观察点？我看就是想摸清底细，好把咱们给端了。我也担心，但关于尸潮的精确信息价值太大了。如果是真的，能救命。而且，他们要是真想强攻，也没必要这么客气。咱们这点防御未必挡得住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真要冒这个险，万一引狼入室，咱们可就完了。赌一把，但得立规矩，只能在监视范围内活动，晚上不许生火，越界就打。同时，电动栅栏必须马上搞定，这是咱们手里最直接的威慑手段。苏雨沉思片刻，最终点了点头，眼中的担忧化为了决绝的行动力。行，既然你决定了，那就赌。只要他们答应条件，这电网咱们拼命也得做完。1小时后，铃木站在瞭望塔上，向躲在废弃公交车后的身影大声喊出了条件。对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，并承诺半小时后支付诚意，包括地图和怪物情报。几个身穿统一深色制服的人在墙根空地搭起帐篷，行动利落，纪律严明。苏雨架着弩箭，像鹰一样死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铃木投入全部精力赶工，在系统的加持下，处理材料的速度快得惊人。夜幕降临前，铃木将最后一段绝缘线圈缠绕在金属桩上，完成了连接。
崭新的电动栅栏沿着原有木刺围墙内侧布置了一圈，在暮色中闪烁着冷光。终于全部搞定了，连接控制盒，准备启动测试，看看这东西到底顶不顶用。铃木深吸一口气，手指用力按下了控制盒上的开关，电流瞬间涌入线圈，滋滋声响起，栅栏金属丝间跳跃起细密的蓝白色电弧，噼啪作响，空气中弥漫开一股淡淡的臭氧味。这道蓝色的光墙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危险。铃木敏锐地看到东侧营地里的一个观察者被电弧吓得一激灵，那个观察者朝着这边多看了几眼，随即低下头，在手里的设备上快速记录。看来警告生效了，那家伙被吓了一跳，正在那疯狂记笔记呢。这算是第一道像样的防线，不过被这种势力盯着，心里比面对尸潮还不踏实。铃木看着窗外那两个沉默的帐篷，感觉到了比怪物更复杂的压力。交易开始了，这3天注定不会平静，除了防丧尸，还得防着这群人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围墙外，那个声音沙哑的老 K 亲自将一个小木箱放在了指定位置。看来这帮人还挺守信用，真的送来了诚意。咱们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铃木打开木箱，里面是一张标注了废弃诊所的手绘地图，旁边还附着一张折叠的纸条。纸条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尸夫怪的弱点，重点标记了关节和颈部侧面的听觉器官。这信息如果是真的，那可太值钱了。下次再遇到那个大块头，咱们就有胜算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也可能是个诱饵，故意把我们引出避难所，好让他们动手。林木指着地图上被重点圈出的废弃诊所标记，上面写着可能有未开封抗生素，不管是不是陷阱，那个诊所必须去，万一有抗生素呢？这险值得冒，正好探探底。出发前，铃木特意检查了一遍电动栅栏的运行状态，确保留守的苏雨有足够的安全保障。老 K 的队伍依然待在帐篷里摆弄仪器，似乎对铃木2人的外出行动毫不在意。两人潜入几个街区外的老旧诊所，浓重的灰尘味混合着刺鼻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。这里面乱成这样，希望能剩下点有用的东西，千万别白跑这一趟。铃木根据地图提示撬开了地下室角落的柜子，几盒未开封的抗生素和绷带赫然在目。竟然真的有光谱抗生素、密封注射器，这收获简直远超预期，他们没撒谎。前厅突然传来重物落地的闷响和一声压抑的低吼，两人立刻伏低身体，透过门缝窥视。一只肌肉虬结的暗红色变异犬正在撕扯腐尸，满口獠牙滴着粘液，缓缓转向后堂。它闻到我们的气味了，这体型比普通丧尸犬大了一圈，硬拼肯定不行。铃木想起纸条上的高频震动弱点，迅速从背包侧袋掏出那个自制的拉发噪音器。听我的，我制造噪音吸引它注意，你瞄准它的颈侧射击，那是它的弱点。铃木猛地拉响噪音器，扔向远处，刺耳的尖锐摩擦声瞬间在密闭的前厅里炸响。变异犬受惊般猛地一跳，烦躁地转向噪音来源，正好将脆弱的颈部侧面暴露出来。就是现在，去死吧！弩箭呼啸而出，精准射入变异犬的颈侧，怪物发出痛嚎，发疯般朝门口扑来。来不及上弦了，快退后，让我用这东西给它来个更猛的震动。铃木挥起砍刀，用尽全力拍向旁边的金属兵力车，巨大的撞击声混合震动轰然炸裂。扑在半空的变异犬身体猛地僵直，动作扭曲，仿佛被无形的音波重锤狠狠击中。趁你病要你命，给我躺下！铃木欺身而上，刀尖狠狠刺入怪物颈侧，稍后的位置，变异犬挣扎几下彻底断了气。两人带着医疗物资迅速撤离，回到避难所时，老 K 再次在木箱旁留下了新的包裹。铃木打开帆布小包，里面装着沉甸甸的20发9毫米子弹，还有一张派出所的草图。手笔越来越大了，这次竟然直接给子弹，还告诉了我们派出所武器柜的位置。这是在逐步加码，用我们无法拒绝的诱饵，测试我们的胆量和实力上限。铃木握着冰冷的子弹，看着远处神秘的灯塔小队，感到一种被操纵的无形压力。这不仅仅是交易，这是在逼我们入局。不过既然有枪拿，这个局咱们还得闯。铃木握着那20发黄铮铮的子弹，冷硬的金属光泽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诱人，像一把钥匙。苏雨指着桌上派出所武器柜的草图，目光中透着一丝渴望，但也夹杂着对风险的深深担忧。去不去？这可是枪，有了它，咱们对付尸潮就有底气了，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拿命搏。他们想让我们去，这既是试探，也是投资，想看看我们有没有胆量拿这块烫手的山芋。铃木和苏雨用了整整1天时间来清点装备，将燃烧瓶、噪音发生器和自制的辣椒粉包全部带上。出发前，铃木登上瞭望塔，特意看向东侧营地，老 K 似乎不在，队员们正在各自忙碌。铃木朝着营地方向微微点了点头，这是一个无声的信号。通往派出所的街道寂静的可怕，两人不得不数次绕开小规模市群，利用气味包引开堵路的丧尸。派出所的蓝色标识斑驳脱落，大门洞开，里面昏暗一片，弥漫着灰尘和难以言喻的腐败气味。大厅里倒着几具干瘪的警服尸骸，两人没有停留，根据草图只是径直摸向内部的器械库。
走廊更加黑暗，手电光柱切开阴霾。苏雨突然停下脚步，举起拳头示意前方拐角，有情况。前方拐角传来缓慢拖沓的脚步声，伴随着细微的，仿佛金属摩擦地面的沙沙声，令人牙酸。两人立刻熄灭手电，紧贴墙壁，一个穿着破烂警服的身影挪了出来，那条手臂异常粗大肿胀。异化臂，那条手臂角质化了，指头都变成了骨刺，被那玩意儿扫一下绝对骨折。那个怪物似乎感知到了什么，歪斜的头颅缓缓转动，浑浊的眼睛扫向铃木藏身的黑暗角落。铃木迅速掏出噪音发生器，设定延迟，轻轻滚向走廊。另一头，叮铃哐啷的噪音瞬间在寂静中炸响。异化臂被噪音吸引，发出低吼，拖着那条变异的沉重手臂，加速朝着噪音方向挪了过去。就是现在，趁他被引开，快冲进器械库，动作轻点，别弄出太大动静惊动他。两人冲进虚掩的器械库，里面几个铁柜倒在地上，空空如也。苏雨眼尖指向墙角的保险柜，铃木没有犹豫，抽出砍刀和撬棍开始暴力破拆，金属撞击声在封闭空间内回荡，格外刺耳。外面沉重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。那异化臂解决了噪音源，正朝器械库逼近。他回来了，快点！再不打开，咱们就被毒死在这儿了。这门挡不住他那条怪胳膊。砰的一声闷响，保险柜锁舌终于被砸开。铃木猛地拉开柜门，里面躺着2把黑色的手枪。啊，找到了，2把枪，3个弹夹，还有2枚手雷，发财了！快把东西装包。就在这时，苏雨发出警示低呼，异化臂庞大的身影堵在门口，那条变异重臂已经抬了起来。苏雨扣动扳机，弩箭射在怪物肩膀，角质上只插进去一点，彻底激怒了他，低吼着就要冲进来。没地方躲了，闭眼，趴下！我要炸死这个鬼东西，千万别抬头！铃木猛地抓起一枚手雷，拔掉保险销，心中默数后用力砸向异化臂脚下前方的地面。轰的一声巨响，火光和冲击波在狭窄走廊炸开，两人被震得耳鸣目眩，尘土碎石簌簌落下。硝烟散去，门口一片狼藉，异化臂上半身被炸碎，那条变异手臂也被炸断，倒在血泊中。快走！这声音太大了，肯定会引来周围所有的丧尸，再不跑就被包饺子了。两人背起沉重的背包冲出器械库，绕过残骸拼命狂奔，身后已经传来了四面八方的嘶吼声。疲于奔命的甩掉追兵回到避难所，东侧营地里的老 K 等人正站在帐篷外望着这边。老 K 看着铃木背上沉甸甸的背包和两人狼狈的样子，脸上掠过一丝极淡的意料之中的神色。铃木没有交谈，径直回屋关上门，看着桌上的手枪和手雷喜悦，很快被更深的思虑取代。派出所行动的余波逐渐平息，老 K 的队伍依旧驻扎在墙外，日夜记录着尸潮数据。铃木和苏雨花了整整1天熟悉手枪结构，在系统的辅助下进行无数次空枪激发训练。虽然没有实弹练习，但这枪握在手里的感觉，心里确实踏实多了。手雷得收好，这是咱们最后的底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能用。第3天傍晚，老 K 表情严肃地来到围墙外，将一个密封的防水文件夹放在了木箱里。观测期结束，这是你们应得的最终信息，包括黑潮的轨迹和变异体分布。铃木打开文件夹，里面是几张详细的态势图，标注了急行者和呼唤者的威胁评估。这信息量太大了，远超交易预期。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？有什么目的？很简单，你们证明了价值，值得投资，而且我们需要撤离了，留你们在这挡一挡。如果你们能撑过这波，对灯塔的后续清理也有好处。信息是武器，好好利用。老 K 转身离开，指挥队员迅速拆除营地。不到1小时，空地上只剩下了那份沉甸甸的文件。灯塔前哨站到底是什么？这群人来无影去无踪，感觉我们在被当棋子下。别管那么多了，至少现在我们有情报。48小时后尸潮就到，赶紧准备。铃木仔细研究态势图，发现尸潮比预估提前了1天，而且呼唤者可能指挥集中冲击。如果呼唤者真的能指挥，电动栅栏可能会被1点突破，咱们得想办法分流。还有那个急行者，速度太快了，电网的触发机制可能拦不住他们跳跃。系统界面亮起提示，因为获得高价值情报和新武器，科技树解锁了地雷和瞭望塔平台。两人立刻投入最后的准备，利用拆解子弹的火药制造了6个简易半发警报地雷。铃木在瞭望塔顶部加固了射击平台，苏雨则将地雷埋设在东北方向的必经之路上。大部分子弹留着备用，每把枪只配1个弹夹，手雷严禁轻易使用，听我指挥。明白了。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板都在全力运转，电网随时可以满功率输出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北方天空云层沉郁，电动栅栏发出低沉嗡鸣，仿佛野兽临战低吼。第48小时黎明前，苏雨在瞭望塔上发出急促警报，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。东北方向800米，大量黑影移动，地面有震感，他们来了，数量非常多。铃木爬上塔楼，接过望远镜，镜头里一片蠕动的潮水漫溢过来，推翻了沿途的车辆。
这数量简直像洪水一样。看到呼唤者或者特殊变异体的位置了吗？还没发现明显目标，但普通丧尸都在往这边涌，前锋已经近200米了。最外围的零散丧尸触发了简易办法警报，空罐敲击声在黎明前显得格外刺耳。更多的丧尸密密麻麻，如黑色地毯般涌来，毫无知觉地踏入电动栅栏的威慑范围。最前排丧尸触及地雷区，接连几声闷响，火光和破片炸开，制造了短暂混乱。好机会，前锋停顿了，我要开枪了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铃木稳住发颤的手，瞄准凹坑后方的高大丧尸，扣动扳机，枪声在黎明尖锐炸响。远处丧尸肩膀爆开污秽，踉跄一下，枪声反而刺激了尸潮，嘶吼声陡然增大。前排丧尸狰狞的面孔清晰可见，狠狠拍击在木质尖刺围墙上，发出牙酸的贯穿声。他们撞上来了，围墙撑不住多久。素雨，快启动电网，全功率！收到了，电网启动。滋滋滋，让这帮怪物尝尝高压电的味道。蓝白色电弧猛然爆发，串联成一片电光之墙，接触栅栏的丧尸瞬间僵直冒烟，成片丧尸在电击中倒下。后续丧尸本能畏惧电弧，冲击势头被死死遏制。第一波挡住了，电网效果不错，但别松懈，我看负载灯已经亮黄了。不好，侧翼有情况，是急行者，至少3只，他们速度太快，电网拦不住。急行者名副其实，在废墟间腾挪的速度远超常人，动作带着诡异的协调感。3只黑影如嗅到血腥的猎狗，避开电网正面的死亡区域，从侧翼阴影中快速逼近。一只急行者猛地从断墙后跃起，试图直接跳过一段较低矮的栅栏区域，动作迅猛。想进来没那么容易，给我滚下去！这一枪必须打中！铃木扣动扳机，枪口喷出火光，子弹擦着急行者的腿部飞过，打在身后砖墙上，碎石飞溅。急行者在半空失衡，狼狈摔在围墙内地面上，打了个滚，迅速爬起，但行动明显受挫。另外2只急行者趁机贴近围墙，用尖锐爪子疯狂撕挠，侧翼薄弱的木质尖刺围墙。围墙撑不住他们的爪子，必须把他们逼退。素雨，侧翼用弩干扰另一只。收到，正在瞄准，绝不能让他们破坏围墙结构。苏雨射出一支弩箭，迫使另一只急行者闪避。铃木则调转枪口，瞄准正在刨挖的那只。铃木强迫自己冷静预判，他挥爪的瞬间扣动扳机，子弹击中肩胛部位，污血炸开。受伤的急行者发出尖锐嘶鸣，凶性大发，转头用猩红眼睛盯着瞭望塔，做出预扑姿势。这畜生盯上我了，他想拆了塔，必须想办法限制他的行动。急行者后退几步，猛地助跑，朝着瞭望塔木质支柱撞来，咚的一声巨响，整个塔身剧烈晃动，木柱发出痛苦呻吟，连接处崩裂。铃木差点没站稳，迅速换上新弹夹准备反击。普通子弹杀不死他，那就打眼睛，让你变成瞎子。铃木将枪口下压，对准他身前地面连续射击，子弹激起密集，尘土碎石呼向急行者头部。急行者发出痛楚嚎叫，疯狂摇头摆脑，用爪子扒拉脸，视觉受阻，威胁大减。铃木趁机支援苏雨，接连几枪点射，迫使另一只急行者放弃攻击，跳回废墟阴影中退却。侧翼暂时安全了，但主柱裂了，正面电网还能撑多久？负载灯已经在红黄闪烁了，尸潮无穷无尽，他们在搭人梯翻越电网。尸潮后方出现一个头颅异常硕大的变异体，有规律的摆动头部，仿佛在聆听什么。呼唤者开始指挥尸潮分流，施加压力，正面冲击变得更有节奏，寻找电网薄弱点。电网负荷到临界点了，必须间歇性关闭冷却，否则控制盒会烧毁。间歇关闭就是送死，呼唤者肯定会抓住漏洞猛攻。系统界面疯狂闪烁，弹出紧急提示，可启动应急过载电泳模式，代价是损坏核心。苏雨，系统有个方案能清场，但代价是电力和部分电网可能报废。用，没有现在就没有以后，先撑过这一波再说。启动它。铃木咬牙确认启动，能源核心发出尖锐鸣响，光芒暗淡，电网猛然爆发刺目强光，电弧如狂暴雷蛇疯狂抽打蔓延，瞬间连接成一片覆盖正面的恐怖电网，发出震耳爆响。给我烧成灰吧，这就是给你们准备的最后大餐。成百上千的丧尸瞬间化作焦炭，冒起冲天黑烟，强烈的电磁脉冲让远处的呼唤者痛苦尖笑。90秒后，强光敛去，围墙前出现一片半径10米的焦黑地带，堆满了扭曲碳化的残骸。电网彻底熄灭，金属桩熔断冒烟，能源核心指示灯变红，停止运转，世界仿佛安静了一瞬。结束了吗？这代价太大了，现在我们彻底没电了。至少我们还活着，尸潮被打断了，他们乱了。过载电涌带来的刺目蓝光终于彻底消散，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铃木趴在瞭望塔的围栏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耳边依然回荡着电流爆炸时的恐怖轰鸣声。终于停了，
我的耳朵还在嗡嗡响，简直像有人在脑袋里敲钟。围墙前方的空地上，原本汹涌的尸潮此刻化作了一座座焦黑的尸山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。浓烈的焦糊味混合着臭氧的味道，在空气中弥漫开来，呛得人喉咙发紧，眼泪直流。这味道简直能把人熏晕过去。不过看样子，前排的那些东西都死透了。铃木透过弥漫的黑烟看去，原本闪烁着冷光的电网，此刻彻底暗淡，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废铁。几处关键节点的金属桩因为高温而严重扭曲变形，表面呈现出诡异的蓝紫色，冒着最后的青烟。电网彻底废了，那一瞬间的爆发太猛，金属桩都融化了，这下是真的没防御了。院子中央的风光互补，能源核心指示灯完全熄灭，那熟悉的嗡嗡声消失了，只剩下风声。苏雨从主控位站起身，满脸都是黑灰，踉跄着走到控制盒前，伸手摸了摸滚烫的外壳，核心还在冒烟，外壳都裂开了。刚才那一下虽然清了场，但也把咱们的家底打空了。铃木顺着梯子爬下摇摇欲坠的瞭望塔，每走一步都能听到木头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。主柱上那道裂纹在刚才的冲击中又扩大了几分，木屑簌簌落下，仿佛随时都会彻底崩塌。这塔也快不行了，刚才那只急行者撞得太狠，再加上刚才的震动，随时可能塌。铃木走到围墙边，透过缝隙观察外面的情况，原本密集的尸潮被硬生生挖掉了一大块。后续涌上来的丧尸失去了前排的掩护，显得有些茫然，在焦土边缘盲目的徘徊推进。他们乱了，刚才那一下把前锋全灭了，后面的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苏雨拿出望远镜，焦急地搜索着尸潮后方那个巨大的身影，镜头在废墟间快速移动，视野里空空荡荡，那个脑袋硕大的呼唤者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无序蠕动的尸群。那个大脑袋不见了，不知道是被电磁脉冲震死了，还是躲起来了，反正没看见他。铃木稍微松了一口气，但紧绷的神经依然不敢放松，手中的枪依然紧紧握着。不见了最好，只要没他指挥，这帮丧尸就是一盘散沙，咱们还能想办法对付。苏雨蹲在能源核心旁，用工具撬开了变黑的控制面板，一股刺鼻的烧焦味扑面而来。内部的线路已经融成了一团乱麻，几个关键的控制芯片彻底烧毁，发黑碎裂。彻底完了，芯片烧毁，线路熔断，光伏板内部也有损伤，这根本修不了。铃木看着那堆废铜烂铁，心中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刚刚建立起的科技防线瞬间崩塌。电网呢？还有没有抢救的可能？哪怕恢复一小段也行，只要能通电。没戏，主干线路过再熔断了，除非咱们有全新的替换零件，否则就是一堆废铁。两人站在死寂的院子里，面对着满目疮痍的避难所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脆弱境地。手中只剩下有限的几十发子弹、几支回收的弩箭以及2把已经卷刃的砍刀。地牌打光了，现在咱们又回到原始社会了，只能靠这几把刀和弩硬扛了。围墙外的丧尸数量依然庞大，虽然失去了指挥，但那黑压压的一片依然让人绝望。外面的数量还是太多了，没有电网，光靠这点弹药和体力，咱们撑不了多久。系统界面虽然光芒暗淡了许多，但依然顽强地运行着，在铃木眼前投射出微弱的光屏。光屏上快速滚动着红色的警报，扫描着避难所的损伤情况，列出一长串绝望的清单。系统还在运行，但这一长串的维修清单看着真让人绝望，全显示材料短缺。就在铃木准备关闭界面时，清单最下方一条不起眼的提示突然闪烁起微弱的白光。那行文字显示：等等，系统说能吸收外面死掉丧尸的能量，被动吸收还能修复核心。苏雨闻言立刻凑了过来，盯着那行晦涩的说明文字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可置信的光芒。生物能源消散场，是指外面那些焦尸散发的能量吗？这原理听起来像那块晶体。系统说是残余能量，虽然效率极低，修复时间极长，但这是唯一的希望了。铃木点击了确认吸收的选项，死寂的能源核心突然发出了一声极其微弱的嗡鸣。虽然外观没有任何变化，但系统界面上的修复进度条终于不再是冰冷的零。开始了，不管要多久，只要它还在修复，咱们就有守下去的理由。苏雨深吸一口气，眼中的迷茫被坚定取代。他重新扎紧了头发，握紧了手中的弩。既然有希望，那就守，哪怕守到天荒地老，也得把这个进度条给守满了。铃木爬上瞭望塔，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被急行者撞击产生的木刺和危险碎片。他用绳索和备用的木板对开裂的主柱进行了临时加固，防止它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倒塌。这塔只能凑合用了，别乱晃，希望能撑住。你也小心点，别掉下去了。两人重新分配了所剩无几的防御资源，将所有的子弹都集中到了铃木的身上。子弹给我，我负责点杀可能出现的变异体，你用弩和刀守住缺口。苏雨检查着弩尖的箭羽，将每一支箭都擦拭干净，摆放在最顺手的位置。放心吧，只要不是成群冲锋、零散的丧尸，
别想越过我的防线。残存的尸潮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后，似乎又受到某种本能的驱使，开始慢慢流动起来。他们没有了之前的疯狂和迅猛，而是像粘稠的污流一样，迟缓地向避难所涌动。他们又动了，虽然慢了不少，但这数量堆也能把咱们堆死，准备接战。午后的阳光毒辣地烤着大地，第一只丧尸摇摇晃晃地踩着同类的焦尸，靠近了围墙。苏雨冷静地举起弩，瞄准那颗腐烂的头颅，扣动扳机，箭矢带着风声飞出。第一个，都给我去死吧！别想跨过这道墙一步。丧尸倒下，但后面紧跟着又上来2只，他们踩着还在冒烟的尸体，发出低沉的嘶吼。铃木站在塔上，没有开枪，而是捡起一块石头狠狠砸了下去，精准命中丧尸的面门。子弹得省着用，这帮家伙动作慢，用石头砸也能把他们砸下去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太阳从头顶慢慢移向西边，战斗变成了枯燥而残酷的机械重复。两人的体力在持续的拉锯战中快速流失，汗水浸透了衣衫，手臂酸痛的几乎抬不起来。我的胳膊快没知觉了，这帮东西怎么杀都杀不完，简直无穷无尽。铃木靠在栏杆上，大口喝着水，汗水顺着下巴滴落在滚烫的木板上，瞬间蒸发。坚持住，只要他们冲不破围墙，咱们就能耗死他们。吃点东西补充体力。院墙外的尸体越堆越高，有的甚至已经快要和围墙齐平，给防御带来了巨大压力。铃木不得不冒着风险，用长矛将堆积的尸体用力推开，防止后面的丧尸踩着尸体翻墙。滚下去，别给后面的搭梯子，这尸体堆得太快了，得想办法清理。能源核心依旧死寂，系统界面上的修复进度条像是蜗牛爬一样，仅仅前进了微不足道的一格。这进度条动得也太慢了，照这个速度，修好怕是要等到明年去了。慢总比不动强，至少它在吸收。别看它了，盯着前面又有几只过来了。夕阳即将沉入地平线，光线开始变得灰暗不明，整个废墟被染成了一片血色。两人的体力和精神都逼近了极限，每一次举起武器都需要调动全身的意志力。天快黑了，要是晚上他们还这么攻，咱们恐怕真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声与普通丧尸截然不同的啸叫突然从尸潮的后方远远传来，穿透力极强。那声音充满了痛苦、愤怒，还有一种冰冷的召唤意味，瞬间刺破了战场的喧嚣。听，那个声音是那只呼唤者，他没死，他还在后面。随着这声啸叫，原本散乱蠕动的尸潮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，齐刷刷的停顿了一瞬。紧接着，所有丧尸那腐烂的头颅都整齐划一地转向了啸叫声传来的方向。他们停了，这动作太整齐了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他在下命令。原本向围墙涌动的丧尸开始转身，如同退潮的黑色海水，缓慢但坚定地向后退去。他们放弃了近在咫尺的活人血肉，仿佛接到了不可违抗的最高指令，开始汇聚。他们在撤退，我没看错吧？这帮吃人的怪物居然不攻了。铃木站在围墙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手中的枪依然指着下方，不敢放下。是真的，他们在往回走，那只呼唤者在召回他的军队，他放弃这里了。庞大的尸潮在废墟间重新汇聚成一股黑色的洪流，朝着城市更深处的方向挪动。那只受伤的呼唤者在用最后的力量调动着这支恐怖的大军，消失在暮色中。危机解除了，我们就这样守住了？我怎么感觉像是在做梦？铃木放下望远镜，看着渐渐远去的尸潮，心中并没有胜利的喜悦，只有深深的寒意。没解除，他展现了控制力。这支尸潮现在是有脑子的军队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夜色彻底降临，最后一点丧尸的影子也消失在废墟深处，只留下满地的狼藉。围墙外是死寂的焦土和堆积如山的尸骸，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散不去的焦臭味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走了，咱们用一套电网换了条命，这买卖还算划算。围墙内是黑暗的屋子和一个亟待修复的沉默的核心，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苏雨点起一根蜡烛，微弱的烛光在黑暗中摇曳，照亮了两人疲惫不堪的脸庞。咱们这算是胜利了吗？怎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，一点高兴劲儿都没有？铃木看着那点烛光，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伸手擦去脸上的血污和灰尘。这哪是胜利，这叫幸存。升级之路被打回原形了，咱们得从头再来了。远处寂静的夜空中，突然传来隐约的引擎轰鸣声，在这死寂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。那是内燃机特有的咆哮声，不属于丧尸，也不属于这片废墟原本的死寂。你听，那是车的声音，是灯塔的人回来了，还是别的什么人？铃木猛地吹灭了蜡烛，屋子瞬间陷入黑暗，他握紧了手中的枪，盯着窗外。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来旅游的。余烬还没灭，新的麻烦又来了。轰鸣声很快消失在风中，仿佛从未出现过，但那份不安却在两人心中生根发芽。
在这片末日的焦土之上，新的变数已然滋生，等待着他们的是更加未知的明天。抓紧休息，不管明天来的是人是鬼，只要咱们还活着，就得接着斗。尸潮退去后的废墟迎来了死寂的和平，没有电，没有净水系统，只有摇曳的烛火。苏雨用尽手头的零件，满手油污的，勉强修好了一个手动净水器，清澈的水流缓缓流出。总算修好了，虽然出水慢点，但至少不用喝那浑浊的井水了。铃木日夜清理着围墙外的焦尸，在恶臭的残骸中翻找，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片被找到。系统提示这种同源能量对核心修复有微弱加速，进度条艰难地爬过了1%。虽然慢，但确实在动。只要还能吸收，这核心就没彻底死透。在持续吸收残渣能量的过程中，系统界面底层原本暗淡的适应性进化模组突然被激活，光屏上跳出新的提示：系统活了。它没有死板的修复，而是根据现状进化出了新路线。紧急修复子项解锁。看，在生和1号生存，我们可以先恢复一点电力，还有新的防御。声波驱散器、培养槽，听起来像是利用我们现有的废料和生物质。两人立刻着手，利用旧喇叭电池和电路板，按照蓝图制作出了简易的低功耗声波驱散器。它发出的特定高频声波对人类无害，但路过的几只丧尸却像撞上无形墙壁一样痛苦逃离。成功了！这玩意儿虽然范围小，但守大门足够了，省了多少事。再生建材培养槽更为神奇，铃木将破碎的水泥块和植物纤维投入这个大型生物反应容器，在核心微弱能量和特殊菌种作用下，容器内缓慢生长出具有粘合特性的灰浆结构体。太神奇了！它在吃垃圾，吐出建筑材料，这简直是活的水泥。虽然慢，但这可是自给自足，咱们修墙再也不用出去拼命找材料了。就在两人沉浸于新生希望时，引擎声打破了宁静。那伙自称拾荒者的人又停在了100米外。光头首领铁八这次没有喊话，带着2个人抬着一个油布盖着的箱子放在交换点，然后退开。又是他们，这次没带武器，看起来像是来做生意的。去看看。两人谨慎地取回箱子，里面是几块太阳能板碎片、多功能前电线和一小瓶珍贵抗生素。附带的纸条上潦草写着：他们这是在示好，还是试探？不过这消息和物资确实是我们急需的。铃木留下了相应的罐头和净水作为交换，交易在无声中进行，彼此心照不宣。这叫投资。他们知道咱们是硬骨头，不想硬啃，不如留着当邻居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核心自我修复缓慢坚定。某天黄昏，控制盒上一颗小绿灯微弱亮起，虽然只能点亮几盏 LED 灯，但这微弱的绿光却比任何时候都令人激动。5%，基础电力恢复了，这点光简直比太阳还亲切。风力发电机残骸依旧沉默，但系统界面中生存强化的蓝图树正在生长出新的枝桠。两人站在用生物灰浆修补过的瞭望塔上，望着远方晦暗不明的尸潮方向。拾荒者还在那边活动，呼唤者的阴影也没散。这世界还是吃人的样。脚下这座伤痕累累的避难所，如废墟中顽强的心脏，吸收毁灭能量后以新方式搏动。金手指系统完成了至关重要的蜕变，从提供外在力量转向引导内在的适应与再生。路还很长，敌人还在，但我们有了新的根，能自己生长修复的根。这次是我们自己和这个家一起升级。夜幕降临，声波驱散器发出低微的嗡鸣，几盏 LED 灯在核心窗口透出温暖的黄光。废墟依旧危机四伏，但家园已然新生，升级之路已融入每一块自我修复的墙壁。在每一次于绝境中的坚韧守望里，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